美国国会一个跨党派代表团于1月24号抵达台湾，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支持。这是台湾地区选举后首批窜台的美国国会议员，而且都是美国反华鹰派，也是台在美机构和游说集团长期公关的重点对象，有着一长串黑历史。不少人还和民进党萧美琴私交甚笃。 据路透社报道，2名美国国会议员24号抵达台湾，计划在25号开始与台湾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接触，并将与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这2人还透过声明声称，此行目的是重申美方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所谓支持，并探索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济以及防务领域的联系。 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此次窜台代表团的美议员团主要成员都是美国会的反华急先锋，长期与民进党当局勾连。其中，印度裔民主党议员贝拉现任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主席，此前还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而在从政之前，贝拉是一名内科医生，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他曾多次抹黑中国，并在2021年牵头推出过一项 旨在对抗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法案。 而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除了是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外，同时是美众议院台湾问题核心小组成员，曾极力推动台湾地区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会台湾连线可谓是臭名昭著，长期在美方和台当局之间游走以捞取好处，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掮客，为白宫的对华政策提供负面抓手。近年来越发激进。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 美国国会535席里面最大的联谊组织，台湾的所有的对美工作全部都在国会里面，因为行政部门你使不上什么力。民进党当局视台湾连线为多渠道、多形式对美游说网络的抓手。长期以来呢，台湾连线也是接受了大量来自台岛内的金援捐助。从另一方面来讲，台湾连线也是美国国会议员介入 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涉台政策，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渠道。近年以来，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去炒作，中美竞争叙事，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台湾连线在美国国会当中的影响力也是日渐增大，并且也已经成为了美台勾连不断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美方长期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在本次台湾地区选举翌日，也就是1月14号，由美国前高官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就窜访台湾，并与蔡英文、赖清德和萧美琴等人见面。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陪同。 观察认为，美国代表团在敏感时间点窜台，带有多重任务。一方面是要强化对民进党当局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新当选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双独配来画红线，反映出美方依赖论在选后反而日渐强烈，担心台独势力的大暴走会破坏美国的战略利益。最明显的区别就是14至15日窜台的代表团，最主要的身份是美国前高官。 那么此次窜台的代表团最主要的身份是美国国会议员，那么这其实也显示出，那么近年来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倾向，就是美国的政府和国会在涉及台湾问题上面，开始越来越多的在打配合，那么政府越来越多的在放纵和默许国会议员的这样一个反华妄动。 实际上，美方对赖清德十分不放心，因为拜登总统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第一次表态十分简短，就是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还有分析认为，这次美议员窜台是为了对冲瑙鲁断交的影响力。实际上，就在选后美方代表团窜台期间，瑙鲁突袭式宣布与台当局断交，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当头棒喝，也令美方颜面扫地。 美国众议院2位热衷台湾事务的议员正在台湾窜访。那么，这是台湾地方选举后10天内美国政客的第2波窜台。那您认为美国为何如此关注台湾？主持人好，没错，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10天，美国呢已出动2波政客窜台。前一次呢是美国前高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这次呢是美国众议院组成的2党议员团。在赖清德就职前呢，估计还有美国政客要窜台。 他们打的名头呢是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进一步加强美台之间的经济和防务关系。但实际上呢，他们在表达焦虑，表现出的全是担忧。
一是担忧赖清德不听招呼，会胡乱出牌，触碰中国设定的3条台独红线，进而引发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冲突；二是担忧中国对台独民进党的逐渐施压，可能导致台湾经济增长下滑。美国呢，可以通过出售军火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但无力支撑台湾经济。中国大陆已经放话说有可能取消对台关税优惠。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比较强，没了大陆市场的支撑，没了两岸经贸合作协定提供的各种优惠，那么台湾经济呢就会遇到麻烦，而美国呢又是难以弥补的。因此，美国政客不断的窜访台湾，就是要搞清楚，如果大陆真的要对台独民进党进行经济制裁，台当局该怎么办？会不会就此呢与美国拉开距离？毕竟呢，台湾民众的吃饭问题比美国地缘政治图谋要重要得多。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美国呀对台湾选举的介入和掺和，这个台独民进党呢再次获得了执掌台湾行政的机会，而中国大陆呢早就声明台独和两岸和平水火不容。于是啊，台海会不会在今年爆发危机？何时爆发成了美国关切的重要问题。华盛顿的智库前天呢公布了对86名专家的调查，其中呢68%的美国学者认为今年呢台湾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58%的台湾问题专家认为可能发生。那么该如何应对可能的台海危机呢？所以呢，美国正要是忙不迭的去窜台，一呢是去安抚民进党台当局，二是探讨应对之策。总体而言，美国政客先后窜台是担心台海爆发危机，一旦危机爆发，美国也无力提供帮助，更难出现拜登所谓的协防台湾。这样呢，美国在台湾民众中就进一步的会失去信用。现在呀，岛内本来就有一种现象，选举结束以后呢，以美论是越来越盛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怀疑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会牺牲掉台湾，美国靠不住也靠不上。但是美国这样的窜台呢，又会被中国认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会加剧台海紧张。1月24号至25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17届香港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邀请全球超100名财经专家及政商领袖担任演讲嘉宾，安排超过40场活动，包括主题演讲、政策对话等，还设有多个专题及行业领域工作坊，吸引与会嘉宾深入交流探讨。来看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ompanies and economies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can and we will contribute to realizing a bright and shared future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国际合作在当今局势下更具必要性。国际市场碎片化只会令成本上升，减少市场流动性，最终令金融系统萎缩及不稳定。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继续成为国家的领先金融中心及国际的金融中心。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经济增长超6万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在论坛上表示，从纵向看，5.2%的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也高于疫情3年4.5%的平均增速。从横向看，这一增速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仍然保持领先。从质量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催生新动能。展望今年，经济发展固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更应看到内地经济发展底子厚，经济增长活力足，尤其宏观政策空间大。总体来看，依然是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内地经济长期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和改善，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李云泽提到，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经济自由度、金融市场深度、国际化、法律环境和人才储备等各方面都有显著优势。下一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管合作，全力支持香港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
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本届亚洲金融论坛是香港告别疫情全面复常后首次再度以全实体形式举行。今年的亚洲金融论坛特设中国机遇专题讨论环节，为业界介绍内地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剖析香港在其中担当的角色及优势。近期香港股市表现受到关注，香港将如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增强竞争力，也成为论坛关注的焦点。22号，印度股市总市值首次超过香港股市，成为全球第4大股票市场。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资本市场运行良好，正落实流动性小组的建议，提升股市活力。那么一方面就是一些宏观的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利息的一个趋势等等也很自然的会影响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世界的各个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第一。那么第二呢，我相信我们作为监管或者是政府的机构，我们重点就是要确保我们市场运作能够顺畅，而且呢，整个市场没有一些异常的这么一个行为或者活动。就算是在一些全球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或股票市场运行是良好的，也没有特别异常的情况。还有与会人士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的转换。我觉得有2大新的经济动能，第一个就是一些创新的产业在中国在蓬勃的发展，比如说像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为代表的新产业。第二个动能，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经济需求结构的重大转变。那过去是以这个房地产市场以基建为主，那么现在我们的消费在逐步的扩张和升级，为中国以及全球的这个经济都会带来新的这个动力。